好，再來看到是北斗風神數量正式超越了美國的 GPS。來看到是中國大陸包括了它現在擁有的56顆衛星，串起了解放軍的殺傷鏈之外，今天還會來看到包括了510顆的太空天眼，鎖死美軍的航母。今天會來一個深度的剖析。好，我們先來看到的是中國大陸北斗的衛星正從單純的一個導航系統，我們現在看到它大升級哦，成為解放軍手中現在非常關鍵的太空戰爭的神經網路。而且呢，這場危機是來自於美方最新做的評估，這個是美國太空軍最新的評估。他說呢，解放軍已經對美國造成了威脅。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中國大陸現在部署了北斗衛星的數量已經統計到56顆了，這56顆的數字等於是超越了 GPS， 目前美方的 GPS 只有31顆而已，不只是在數量上面超前，現在要來看到在這個技術上面，同時也有它領先的這個跡象可以看到。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看到 GPS 主要靠的是中地球軌道來進行運作，但是北斗衛星它比較彈性，它有3種方法、3種軌道可以協助它進行運作，包括了地球的同步軌道，還有傾斜地球同步軌道，跟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中地球軌道等等哦，不只是具備全球的覆蓋能力，也更能夠在亞太地區維持更長時間、更高仰角的一個訊號覆蓋。好，這代表是什麼呢？即使部分的衛星在遭受了干擾、攻擊或者是故障的時候，其他的衛星其實是可以繼續來提供服務的。好，這個再來就是美軍更擔心的一件事情了。剛剛我們特別講的是有關於北斗，其實呢，現在美軍更擔心的是，那如果北斗加上中國大陸現有的510顆衛星會怎麼樣呢？因為衛星提供的能力包括它有情報監視、偵察能力，如果結合之後，代表解放軍它可以做到更完善的一個遠程打擊鏈，那麼等於是它的軍事打擊就會變得更加的完善了。它可以用在的時間地點，包括晴天可以用，雲層遮蔽的時候也可以用，甚至呢，你軍艦在航行、戰機起飛，甚至是電磁訊號，只要一發出來的話，都會成為一個偵測到的目標。所以呢，我們來整體綜合一下。也就是說，北斗所扮演的是殺傷鏈當中的關鍵角色。接下來，他會先發現目標之後，精準定位，接下來交給東風導彈、飛彈系統，然後還有包括了反艦飛彈、遠程巡弋飛彈、轟炸機，加上無人機，做一個全面的打擊鏈。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幹哥怎麼看呢？我們剛說了。超過510顆的衛星，中國大陸的部分，56顆的北斗，再加上它現在又有 AI 的分析能力，這個完整的太空殺傷鏈等於是正式成型了嗎？北斗，我們剛剛提到的3軌道又有什麼樣子一些特性？幹哥怎麼看？好，這個是一個時代的進步哈。我們現在先看一下50年前，就說像我們台灣空軍還要派那個偵察機到大陸去拍照。但是那個時候最重要的一樣就是叫什麼？叫解像力。解像力到底怎麼樣？因為你可能是在5萬英尺的高空拍的東西，那解像力可能有時候真的是很不清晰。慢慢進步，到了現在，你看到，其實老實講一句，美國為什麼以前常常派台灣空軍，或是美國自己派情報機來拍照，如入無人之境，就是因為你當時沒有能力抵抗嘛。現在呢？現在反過頭來了。現在美國你以前你在偵察我們大陸沿海的目標，現在是解放軍在36000公里的高空反過來看你，而且現在最重要的，他重視的不是只有解像力一項而已，他是要長時間滯空觀察。也就是說，北斗衛星現在已經到了56枚了。但是它的中地球軌道這個軌道，它是花最多心力在上面。你知道為什麼嗎？它同步監測 B1 從哪裡？馬里亞納起飛了。B2 從那個約旦的基地起飛了。像這些東西，通通在北斗的眼睛裡面看着。但你看到的時候，你要怎麼辨識它是什麼？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技術，一碰到霾害，一碰到下雨天，一碰到暴風雨，就看不清楚了。北斗現在突破這個技術，我都看得清楚，而且我加入了 AI 人工辨識系統之後，
它可以在非常短的時間之內分析出這些類別、時間、角度、方位，通通都要算進去，然後傳回給哪裡？傳回到北京去，告訴地面部隊說哪一個方面軍，你現在看到的可能入侵的美軍，他們的這些數據資料，通通看得到，這是由衛星告訴你的。當然，美國也有 GPS 啊，對不對？美國從幾十年前就開始靠 GPS 吃飯，到現在，可是現在 GPS 只有31顆，遠遠不如北斗衛星的數量。再來講另外一個東西，有多達，我有時候真的覺得很驚人，中國竟然有510枚勤監偵衛星啊，那非常可觀啊。什麼叫勤監偵衛星？情報、監視、偵察，這三樣是 C5ISR 裡面最重要的3項：情報、監視、偵察這3項。我們現在有多到510顆了，有這麼多衛星，我可以告訴你哈，如果它同時發揮串聯的那個效果的話，那幾乎在大洋上面無所不在，什麼東西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它包括轟炸機，大到轟炸機，小到隱形戰機。為什麼我們說小到隱形戰機？隱形戰機並不小，只是它隱形而已。所以說它會小到在雷達屏幕上只有一隻蒼蠅或一隻小鳥那麼大的時候，你就會發現，用勤監偵衛星也可以看得見的話，那就是對美軍的直接威脅。所以美國的智庫會提出這些數據，就是告訴你說，其實中國它在你看不到的領域裡面已經非常驚人了。就是近地上面已經有部署500多枚衛星，還有中國現在最近正在發展一個什麼，就是從地面打上去的反衛星武器。他想說，星際大戰要開始了嗎？應該是從太空中由這個發射上去的殺手衛星發射雷射，對不對？對不起，還沒有進展到那個地步啦。中國現在已經可以從地面上研發，可以直接從地面打了36000這個公尺的36000公里的那種雷射去致盲你的衛星。想請問一下，美國你的致盲能力在哪裡？我到現在都還沒有看到。這些都在不久的未來都會成真的。再發展下去就變成星際大戰了。美國你趕得上嗎？好，這個是北斗衛星的技術越來越成熟之外，還包括了數量也越來越多，等於是說覆蓋了全球的能力在度的提升。但是我們要來看一下細節，那精準度到底如何呢？現在根據官方的資料顯示呢，它的水平的方向可以達到0.3公尺，那麼垂直方向0.6公尺，部分應用已經強到了厘米級的一個精度，而且它可以搭配各種武器來做使用，包括了無人機、火箭炮、彈道飛彈、巡弋飛彈、陸海軍、陸海空的部隊等等。再來就是這些北斗它現在說呢，已經不止在天空，已經延伸到地下了。所以我們最先來看到中國大陸現在推動的這個叫做隱星入地的工程，什麼意思呢？就是讓隧道、地下停車場、礦坑這些地方原本我們都可以想象它根本沒有辦法接受到衛星訊號的，現在是可以靠北斗來進行了。也代表什麼呢？代表說，過去隱藏在地下的指揮所、飛彈基地、軍火庫，還有戰備的隧道，未來搭配北斗，可以形成一個新的作戰體系。委員怎麼看？對，我們今天在講這個北斗衛星系統，加上這510顆的勤偵監的衛星它就形成了一個很完美的打擊體系那麼首先先幫大家科普一下這個北斗衛星系統現在全世界有4大這個衛星系統第一個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美國的這個 GPS 然後呢這個歐洲有一個，俄羅斯有一個，然後再來就是中國的北斗衛星系統。那麼中國大陸的北斗衛星系統，現在大家看到的是叫做北斗衛星3號是在2020年正式的這個搭建完成，正式上線了。那麼它現在有，就像剛才思明講的，它有覆蓋全球的能力。它在軌衛星目前是數量最高的，它有56顆。它這56顆是這樣分布的。那麼它之所以能夠有全球覆蓋那麼之所以可以擔任這個叫做飛彈的引導大腦的原因，是因為它在這個衛星的部署上是有技巧的。它這56顆裡頭有24顆是部署在中地球軌道所謂中地球軌道，就是這個軌道高度大概是21500公里的高度，然後呢，它自己在進行運轉的這個速度大約是地球自轉的2倍，
所以呢，它在地球上空繞行一圈大概要花12小時到13小時，就一天它大概會繞2遍哦。這個目前為止有24顆衛星是部署在所謂的中地球軌道上，就是我們看到的 MEO 哦。然後第二個呢，它還有部署了這個衛星在哪裡呢？叫做地球靜止軌道。它不是真的靜止在空中啊，是它運轉的速度跟地球自轉的速度是一樣的。所以你抬頭看起來，它好像就靜止在那裡不動的。那這個所謂地球靜止軌道，它是為了部署在哪裡？是部署在印太地區。所以呢，在赤道的正上方哦，高度大概是35786公里的位置，它部署了這個衛星在那裡。它主要就是要這個捍衛中國大陸自己的這個勢力範圍以及這個印太地區哦。那麼第3種軌道叫做傾斜地球同步軌道。那這個軌道呢，它的高度一樣是在35786公里的位置。可它之所以叫做傾斜，是因為它跟赤道有55度的斜角，所以呢，它運轉的這個速度大概是24小時，一天轉一圈。但是因為它有一個斜角，所以你在地面上往上看哦，你看到那個衛星真的運作管道好像就是寫一個數字的8一樣哦，就是每這個一天都要繞行一次。那麼這3種不同軌道所部署成的北斗衛星系統呢，它這個最主要的原因，它就可以解決掉很多在都市啊、在山區的死角，這些問題都可以解決了。因為大家可以知道，它除了這個同步的同樣的高度哦，這個中地球軌道之外，它還有固定的這個位置哦，做監控，然後它還有包含傾斜角度，去破解很多原本看不到的死角。那麼因此大家都說，北斗衛星系統如果一旦進入做戰爭形態，它就可以變成飛彈的引導大腦。它只要接受到這個要打擊目標的位置，它就可以很精準的引導飛彈打到那裡。那麼誰來掌握這個敵方目標的位置呢？就是我剛才講到的扮演千里眼的角色啊，就是那510顆的情真間衛星啊。這情真間衛星它有這個叫多維度的感測，就它可以通過各式各樣的這個感測的方式去進行偵測。同時，就像幹哥講的，它可以全天候的監控，所以你晚上也可以，台風天也可以，霧霾也可以，它一樣可以穿破雲層，穿過這個黑暗哦。然後第3，最重要的是因為它引進了 AI 判讀，所以它 AI 判讀的能力很強。因此，這2個合體之後啊，就回到我剛才講的情真間衛星系統這510顆就扮演了千里眼。它幹嘛？它用來發現，它用來定位，它用來追蹤。它把資訊傳到了北斗衛星系統之後，北斗衛星系統就擔任大腦，它去引導飛彈去做什麼？去導航、去鎖定，然後摧毀。所以這就是大家看到現在這個中國大陸這個軍方在採用的北斗衛星系統，加上這510顆情真間系統所聯合在一起造成的一個非常強大而且有力的這個監控打擊的系統哦。這也是美國的媒體最近不斷的在呼籲說，美國政府應該要高度警覺最主要的原因，因為能力太強大了。好，所以有了中国大陸的衛星加北斗，再加上武器，形成了一個新的一個作戰系統，而成為中國大陸現在非常新的一個作戰的體系。那我們也來回顧一下，為什麼當初這個中國大陸會突然間要研發北斗呢？其實回顧一下歷史，是當年發生的這個銀河號事件哦，在1993年的時候，美國曾經指控中國的銀河號貨輪，它當時運送化學的原料，所以呢，他就把大陸當時所使用的 GPS 給關掉了。結果這個貨輪就在海上受困了33天，所以中國大陸決定了說，接下來我們真的不能再靠 GPS 了，應該要自己好好的來研發北斗。也因此，我們現在看到就有了北斗。那麼現在已經在全球有140個國家跟地區在使用了，總產值超過了6200億。上次哥怎麼看？接下來是完全2套不一樣的系統嗎？ GPS 跟北斗？我想 GPS 當然因為時間非常非常長，在歐美啊所有的部分應用，所以它的生態這個科技應用生態其實是非常非常廣的。但是呢，北斗事實上在發展從研發到整個這30多年來，中國大陸其實它所發展的其實軟體硬體都是難以想象的，都沒有走任何的這個美國路線，所以到目前為止，其實美國各方面沒有辦法突破或間諜的任何的方式去能夠滲透到對北斗的。因為這裡頭除了剛剛2位提到的部分，我補充一下，因為整個北斗衛星它用的全部的都是
中國大陸的國產晶片哦，其實在20多年前，那麼現在迭代的升級，所以它現在其實很特別的。北斗衛星是這樣子 ，GPS 的衛星都是只能上下對於地面當中的回送，可是呢，北斗衛星是它的衛星跟衛星之間是可以串聯、互相溝通的、哦。這個部分很特別，而且它的硬體的部分的架構非常靈活，所以它包括它現在的升級都是靠什麼呢？直接在太空上用軟體就可以升級了。所以現在北斗衛星有很多是舊的衛星，但是它不斷的升級。你看，這就跟現在 GPS 在整個所謂的這個科技系統當中不一樣。那現在新的這個北斗的4號的未來，據說江湖傳說可能會把中國大陸研的量子技術、傳輸技術會應用上去，所以這個都很令人期待。不過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民用的東西，當然中國大陸或現在因為它在亞太地區已經有超過50%的國家已經都開始已經用北斗越來越多，但大家最矚目的還是軍事應用哦。我想大家想想，我們現在最熟悉的以中國大陸來講，第一個無人機，無人機的風行，无人机是靠什麼？就是北斗啊，特別是當你幾千幾萬架無人機的時候，導彈呢，東風導彈等等這些呢，就是無人機啊。對，就是北斗啊！而且現在聯合跟跨軍種的各式各樣的，從演習到作戰，大家各自的位置，大家要做什麼呢？而且中國大陸現在在這個所謂的體系化作戰裡頭，強調的都不是我跟你纏鬥，我遠遠的把你擊落下來，就是所謂這個 A 射 B 導，就是說這裡頭都是靠北斗。所以其實大家在講中國大陸的陸海空導彈的發展，武器各方面船艦，然後包括第6代戰機。強的不得了，可是都沒有多談，能夠把這個整合在一起的，其實就是靠北斗的這個整個軍用系統哦。所以我覺得大家要特別關注到整個在中國大陸的總體的發展的軍用性，而且在這軍用性現在支援讓巴基斯坦打敗了印度，而且現在在中東戰爭上，江湖傳說伊朗現在能夠可以把美國軍事基地打得這麼精準，背後說不定是透過俄羅斯，但是還是拿到北斗當中的相關的資料，不知道。但是這裡頭其實都可以感受得到，現在北斗衛星所發展出來的嚴重性跟影響性，難怪美國現在非常非常的擔憂。好，謝謝尚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